哎呀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Kenny 啊，这回呢就重新开启之前已经很久没有更新的这个开箱库。首先，我们要特别感谢威刚 Adeda 呢，这次准备了一套机箱和一个750瓦的全模组电源给我做评测。然后我就想，既然我都已经收到这些产品了，那不如我就来做一个开箱的影片，好让我之后的这些评测的影片可以节省那么一丁点的时间。事不宜迟，我们先从这个电源是来自 SPG 的 Korea 的750瓦的全模组金牌电源。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其实都还是没有拆封的。那我们就来开箱吧。这边就有说到的是世界保修金牌认证，然后全日系电容，然后另外还有支持各项的协议什么的。那先开箱看看。OK， 首先就有提供了这一个 SPG 的这个贴纸，我觉得。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呢，这个 SPG 已经有开始推出众多的这些电竞商品了。然后当然这个电源也是其中一项，然后就是这个说明书 ，OK， 然后这一个应该是它的模组线吧，电源线，模组线，然后螺丝，然后是电源本体。没了，然后我们先来看电源本体好了。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有一个 corrector， 然后就是这个14厘米的长度。然后你们不要小看这14厘米的长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如果有看过我之前做过的那个 ITS 机箱，一些能够支持 ATS 电源的 ITS 机箱，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般的全模组电源都会是在16厘米左右的，也就是说，当我接上了这一些模组线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可能就是显卡会跟它会有所冲突之类的这些的问题。那这个 SPG 的这个 Corrector 的750瓦呢，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750瓦电源的12伏输出高达的62.5安，输出功率就直接是有750瓦的。而这样的750瓦呢，如果要带一个，比方说是3070，甚至是6800 SD， 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再来，我们看一下接口的部分。接口的部分呢，就会有它的 CPU 跟 VGA 是共用的接口，当然是出自海运代工的，所以也就继承了他们的这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它的这个 PCIe 跟 CPU 的供电是能够共用的。如果是说你想要定制模组线的话，我相信也会相对的会比较方便一点点。这个主板的供电就是我有分为2个，以及就是 SATA 跟4B MOLES 的部分就会是在这里。整体的部分，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这2个接口我是要拿来给 CPU 共用的话，那我要带一个38拼的，比方说3080，其实勉强还是可以的。那这个就是这个电源的其中一个优势了。那再来看一下它的模组线吧。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其实这750瓦电源呢是提供了2组不同的这个模组线的规格。首先呢就是 CPU 供电，还有 PCIe 供电以及主板供电呢，采用的是这种包裹式的编织线。而 SATA 跟 MOLES 的电源供电线呢，采用的是这种扁平的线。然后 SATA 加 MOLES 的电源线呢，一共会有4根，然后就是有1根是4B MOLES， 其他3根呢都是 SATA 供电线。那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觉得不够用吧？那我们先把这个放一边。接下来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兴趣知道的，就是这些模组线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些接口。首先当然就是常规的这个24宾主板供电线1根。前面其实我们也是有说到，在接口的部分，这个 CPU 供电以及 PCIe 供电呢是共用的。那所以呢，基本上你在接哪一个接口都是没有问题的。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CPU 供电线是有2根。而且是分开的8宾加8宾。那今天如果这台电源你是要直接带动 10900K、5950S，甚至是新的这个 i9 的11900K，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可以直接安装在主板上面的。
而 PCIe 供电线材呢，一共是有4根的，那有2根呢是采用了1出2的设计，也就是说1根里面会有2个 PCIe 供电线的8宾，然后另外2根呢是单独的8宾2根，给的线材呢其实已经非常的足够，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不是要自己做定制模组线的话，那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一套模组线不能够用到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配置。甚至你是要搭配38宾的这个3080，估计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当然，如果是3080的话，我会建议直接选择850瓦的版本，甚至是更高的。好了，那更多关于这个电源的这些资讯呢，我会在之后制作一期影片。来深入的了解一下关于这个电源的更多的一些细节的部分。那不想错过的，可以也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接下来就是这个 SPG 的 Divider Pro 中塔机箱。OK， 那首先是这个说明书然后又是一张 SPG 的贴纸。我觉得这一次 SPG 真的是做好准备，想要打进这个 gamer 的市场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正面，它是有这一个通风网孔的设计，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SPG 的这个 logo。然后在玻璃侧透的部分呢，就是常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接口的部分呢，会有2个 USB 3.0，然后一个耳机麦克风接口，这个是灯光接口，然后还有这个开机键，给所有的是那种比较深邃的一个按键的手感，还可以吧。给深度的部分呢是大概是在442毫米，然后宽度的部分呢大概是在225毫米左右。OK， 高度的部分呢是大概是在490毫米的高度，上面也有一个防声网。这边会有支持2个12厘米跟2个14厘米的风扇，然后前面的部分呢，就是有一个 mesh 的这个通风网孔吧。我比较喜欢就是这个螺丝不是通过玻璃打孔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减少玻璃损坏的这个可能性。OK， 这个玻璃的厚度是大概是在3毫米左右。然后我们看一下内部，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呢，里面就提供了3把的 ARGB 风扇，提供的5伏3针的接口，OK， 顶部是可以装240跟280水冷的。前方的部分也由于前面、下面的部分这个位置已经是有做这个让步了，也就是说，这个360水冷也是可以装在前方的位置。上面的这个 I/O 接口的线呢，它已经是通过这一边有一个遮罩板。然后是从旁边这边出来的，也不会说因为你上了这个360水冷过后呢，导致和上面的这个 I/O 线材会有冲突的问题。只不过因为它前面的这个面板相对会比较薄一点点，也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呢，你只能够装上360冷排加一盏风扇，你不能够做前后夹击的这个夹汉堡的这个散热模式。背后的线的话，这边就有提供了2个2.5寸硬盘的这个位置，然后旁边的这个硬盘容呢，就提供了2个3.5寸的免螺丝支架安装，电源可以安装超过20厘米深。前面板它是磁吸式的，我刚刚拆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没有装好。OK， 它原来是这样子，直接就是 amazing。前面也有这个防声网，是直接这样子拆装的。哇，我有点期待，我对这个机箱我还蛮喜欢的。搞来了这个电源，然后看一下这个灯光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好了，这边少了一盏风扇，如果装起来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挺好看的。然后我先打开这个车板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灯光。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这上下这2条灯条呢，只是这一个12伏的 RGB， 并不是5伏的 ARGB， 所以灯光效果是比较不如这个风扇的。然后至于这个风扇的表现如何吗？我就先等之后吧。
关于更多这个机箱的内容呢，我会在之后制作一期影片给大家深入了解关于这个机箱的这个风道啊、兼容性也好，它自带的这个风扇的这个性能如何有兴趣的朋友就绝对不要错过我的 YouTube 频道。那今天的开箱库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影片见啦，拜拜。